这是樱井赛最残忍的147，绝对没有之一。当母球带着残影，犹如导弹一般想要炸开红球堆，但是看到这差强人意的配球效果，塞尔比顿时感觉天降大狱，因为他费尽心机磨来的决胜局，不仅成功让火箭心浮气躁，而且现在还没有彩球可以链接，甚至可以幻想自己夺冠的场景。但是火箭接下来的神级操作，直接将他拉回了冰冷的现实。就是这么刺激，极限角度的黑球挂着带走进攻。看到火箭如此爆炸的进攻意愿，现场的掌声更是久久不能平息。但是休息区的塞尔比依然淡定从容，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球型，就算强如火箭，也不可能一杆制胜。殊不知火箭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此，而是要用樱井赛唯一的决胜局147，彻底将塞尔比定在历史的背景板上。Played it with pace, knew that he'd always have the red to the middle, and being on this red to the left. 这局面怎么看都不像147球型，不仅有一颗中带红球，而且还有一颗贴库，甚至连球堆都是松松垮垮，非常不好处理。最恐怖的是，这可是紧张感拉满的半决赛决胜局。老话都说决赛无佳局，就是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球员会技术变形。不过这也正是火箭的神奇，只要奖金给到位，对手又是塞尔比，还能顺带破个记录，那就没有任何不起飞的理由。提前来处理库边的难题，看到火箭如此凶猛坚毅，而比兄也只能强装镇定。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把比赛拖到决胜局，竟然连一次上手的机会，火箭都不舍得给自己。真输！贴库的红球依然如此刺痛。现在外围还有3颗可以单向红球，塞尔比究竟能不能再次起身，就看火箭接下来 K 球的效果如何。漂亮！右侧的球堆已经完全盖平，而且左侧底带也可以顺利衔接，这就意味着塞尔比已经被判死刑。但是现在又多了一颗中带红球，火箭这杆147真的是困难重重。但是他的击球速度居然是不降反升。后知后觉的导播这才睡醒，终于恍然大悟，给出147提示。其实这也不是导播不专业，毕竟开局根本就不像147球型，而且在这之前，决胜局147仅仅出现过一次而已，还是遥远的1997年，由台皇亨德利创造的。而那次的背景板正是22岁的小奥沙利文，那也是他第一次被对手打满分杆。正所谓天道有轮回，火箭苦等10年，不仅霸气的自我证明，而且也让赛大师成为新的历史背景板。不过更让人神奇的是，决胜局被打过147的2位，后来都成为常年霸榜世界第一的存在。行云流水的击球，桀骜不驯的性格，与生俱来的气质，再加上无人能敌的天赋，这个斯诺克为他而生的人，也把这项运动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4两拨千斤，新兴一代局面已经完全开启。从几分钟前还是无从下手的球手，到现在拿下147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有火箭能用充满艺术的围球，将别人眼中的不可能，不断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Sullivan, they can complete the maximum. We would have 8 in competition. 88. 89. Until this frame, this hadn't been one of O'Sullivan's greatest performances. 97. 打进黑球就能完成破百，掌声准备响起来。Coin. 105. This man's got the heart for the battle. He's proved it today. 112. 130. 完美的2库教堂，母球又是一个手把。这杆147总耗时7分53秒，是火箭15杆147排名第10。即便已经排在比较靠后，但是平均出杆时间仍然达到了惊人的13秒。这样的数据对于尔比兄来说，也许只能膜拜，而永远无法触碰。125.
129. Finishing the virtuoso is. 现场的情绪已经快要暗淡，能够亲眼见证历史，这票价买的真值。这场尘封了17年的记录，至今都还没能再次上台。粉球入袋，黑球依然是细腻的手感。此时的火箭异常认真，反而是赛大师提前起身准备祝贺。这才是极致控球的视觉盛宴。当2颗红球全部晃带而出，火箭这杆母球贴库已经是人类极限，因为此时14颗红球杂乱无章，不仅粉球被完全锁死，而且黑球也死死贴库，甚至强如火箭都忍不住连连摇头。就是这样一个近乎无解的乱局，傅家俊接下来的操作却直接秀出了天机。硬邦邦的准度强行上手，但是因为贴库无法使用干法，所以直接导致母球失控。幸运的是，利用篮球界停以后，算是有了继续围球的希望。先来简单看一下傅家俊要处理的乱局。首先，这4颗红球难度系数最低，不仅全都可以单下，而且低分值彩球和篮球都比较好衔接。但这也不是白给的，如果母球到位率太差，随时就有中断进攻的风险。接下来是这个球堆，除了将粉球彻底锁死，而且还都互相两牵制。最要命的是，可能一杆 K 球都不够解决难题。最后是这4颗红球，虽然看上去都还可以单下，不过右侧3个袋口，好像进攻哪个洞口都非常别扭。但就是这样一个光用说都要半天的复杂乱局，傅家俊却打出了一杆课外书般的全青台教学，不得不感叹，神奇小子果然有够神奇。Be straighter on this, Brown. Shouldn't be a problem. 好球，直接利用咖啡球精准落位，优先来处理最上方的这2颗红球。这样的母球到位率真是让人舒爽无比。Get a sizable number of points. They're all low-valued colors. 斯诺克本质就是一个走位的游戏，谁能让母球比儿子还听话，谁就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至此，上半台的难题已经完全拆解，看看申师傅要怎么处理下半台的困境。这个特写来的特别及时，粉球右侧这颗理论上可以单下，但是这球特别难打，因为视觉的影响，大脑会不受控制的避开左侧的障碍，从而造成打点的偏差。这是纯纯的基本功地狱考验。Just shows you how far ahead the player's thinking is usually. 漂亮死了，居然巧妙的借了代脚，基本功是真的够硬。And the cannon on the red, directly above the blue. Go wrong. No, he had natural angle. 傅家俊似乎发现了什么，退回来观察最下方的2颗红球。如果这个组合球成立，那就直接可以跳过 K 球的不可控风险。Accumulated 34 points because he's had to take lower valued colors. 这样校位的话，那就能确定组合球一定有效。非常完美，一杆意外的组合球，瞬间让局面柳暗花明，能够省去 K 球的环节，就让围球变得更加确定可控。谁能想到，几分钟前还让人头皮发麻的乱局，傅家俊能完成的如此丝滑细腻。越是看起来非常轻松的球局，越考验一个球员的综合能力。就连身为乱局之王的火箭，更是恨不得跃跃欲试。2-0 lead. 47. But he's always been blessed with terrific temperament also. $54. It was a little bit of an awkward frame at the start with the Reds going up the other end of the table. 打进篮球完成超分，此时右侧2颗红球还有难度，但是已经没有胜负压力，处理起来应该更得心应手。Best of 11. The interval still after 4 frames.
这是小小副家具，虽然可能还看不懂球，但是给爸爸鼓掌这件事情可丝毫不能含糊。霸道的低杆横抬，完美的连打带 K， 超分后可不止只有显赫的暴力美学，这种低调含蓄的内在美，其实更符合斯诺克的绅士韵味。接下来让我们停止解说，静静欣赏一下傅家俊的封神时刻。Opening frame. Got another chance here. $79. His cue there. No, he made a gesture as if he was going to bite the tip off, but I think that was a bit of frustration. 80. From Marco Fu, this is great stuff. Yeah, very composed again. 97. Century. Absolutely terrific stuff from Hong Kong. And in goes the Blackstone, absolutely secure this third frame. Mark leads by 2 frames to 1.